那个唱歌的叫帕瑞斯·米歇尔。帕瑞斯·米歇尔当时那是动用了多大的，你知道他是奥巴马总统的好朋友，是吧？克林顿总统的好朋友，当时的政府里边是民主党，那是所有都是奥巴马总统的班底。孙立军能跑到美国来，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安全部政法委20几号人来建这个4季酒店，包了几层楼见米歇尔。你有一个人报道2017年七哥在先瑞纳德在爆料的时候，都是刘延平到了纽约，有人报道孙立军到纽约吗？你那个帕尔斯米歇尔那个孙立军来4季酒店的时候，跟我只有3条街隔着。孙立军住在那个套房，他可以看48楼的阳台。孙立军要想把我干掉，他端起枪从玻璃伸出去就能把我干掉，真的是这样的，你们去看一看，去谷歌一下。而那个时候他每天就在那看着我，我就在阳台上。没有一个人报道过孙立军来过纽约，这是第一次。这个帕瑞斯·米歇尔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很多好莱坞的大片制作人纷纷和我联系大家知道的，原来跟我最好的几个世界级的导演都找我是吧？说这个能不能把这个拍摄的权利给我们，而且让我中间要出下场说就让我，他说 Miles 你只给我3场出镜头就可以了，评估价值，我这个电影会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市场，而且说几乎他让所有的就是只要活着的当事人都想在这个电影里出场包括司法部长他们当时的司法部长都找过了，人家都同意了准备出场甚至他们还愿意让川普总统要出来客串一下就演自己要让班农也要出来一下。他说他们要找那个Pettinger， 当时的 Pettinger 是最好的国务院就是那个安全顾问。这个战友，这个朋友是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利益政治味，他是真正的爱美者。伯明伯明还有塞森斯部长，这俩人真的是太好了还有几个非常棒的美国人，我现在不能说他的名字，包括律师人家这几天都找我，他说这太精彩了。那哥们给我联系就一直说 incredible unbelievable。然后呢，今天早上这个有咱们战友发那个教父的电影的一个截图，他就当时这个高发的跟你这比什么都不算了，是吧？那个时候你去想想帕瑞斯·米歇尔，他真正的和刘特佐，你看刘特佐这小子，我给 FBI 给 CIA 人当面问我 Miles， 你严肃点说，那个刘特佐是那个孟建柱的那个私生子吗？我说是的，有什么问题吗？当着我的面，当时王艳平也在，人家说 Come on， 哇塞，他觉得他俩长得太不像了，他觉得他俩年龄或者都对不上。刘特佐他妈当时去看望他一个老乡这是孟建柱的秘书陈真说的，不是我说，陈真是孟建柱身边唯一出来一个好人，就是孟建柱从江西到北京去当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要接政法委书记的时候，陈真拒绝去北京。这个哥们儿不是一般人，陈真这个人是个真的有脑子有良知的人，他知道孟建柱要干啥，他知道孟建柱在干什么，特别是他看到孟建柱的老婆所谓的蒋姐带着孙立军到美国治病，然后他俩之间勾勾搭搭，是吧？晚上就是双休，白天是带着他看病，是吧？就孙立军这种一个跑单帮的、倒卖钢材的、倒卖木材、倒卖服装的人，连用这个陈真的话说，没有一次能写下一张纸的，一张纸就写1/3。说他讲的英文，澳大利亚英文，他说很多人都听不懂。
见了是人就讲英文。他说竟然，他说老板，他叫老板就是孟建柱，老板娘都那么喜欢他，而且这小子他是胡说八道，满嘴谎言人家陈真回上海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跟那个江泽民的外甥叫吴什么了，给他就打下手去了，人家回上海了。当时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他告诉说孟的私生子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就这孙立军老不早都找到就给人家服务去了。这个时候是啥时候知道吗？战友，刘特佐刚刚还在英国还没起来呢，2007、2008年，是吧？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有刘特佐这号人物的时候，说刘特佐是当时的妈妈找一个老乡去看望去，给孟建柱做饭。这孟建柱性情发作，这6块肌肉做了，跟他娘就是发生关系了。几天后，老娘回去了，结果怀上了他的孩子。结果人家就这去了一趟，帮他做几顿饭，给做出一个孩子出来，这人就叫刘特佐。孟建柱在外面的私生子最起码就10-20个，大部分人在哪里呢？都在上海。就在上海这个在共青团的时候红星农场的时候跟这种红星农场又生红的了。当时是孟建柱是逮着谁都睡，后来很多人来找他来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很大就是这普尔斯米校孙立军找他，然后在深圳见，你记得那过关了，护照一晃，咵就过去。孙立军你知道跟他们说什么？说这个国家只有2个人可以决定一切，上边习近平，下面就是我就像那个吴征还有那个这个杨澜找半农先生说，彭丽媛每一天不给这个，每一周要最起码1-2个小时要跟这个杨澜通电话，来由杨澜来安抚他受伤的心灵，精神上的抚慰，请教一些外交的礼仪。说彭丽媛每次出国必须请教杨澜然后吴征说习近平经常每周都要打电话，要请教如何面对国际外交问题。习不相信外交部相信吴征这扯得够大的吧？孙立军走到全世界去介绍吴征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老板的兄弟，我们老板相信的人。你想想，吴征能成为习主席的所谓的代表，特别代表，习近平习死皇上来以后最爱干这件事儿，派孟建柱出去，派谁出去都称为一个 title 叫什么都叫什么 title 出来，叫做习主席特别代表或习近平主席个人代表。所以说你战友们想想，帕尔斯米肖这篇报道是布隆伯格王岐山的哥们儿听说布隆伯格这个报道之前请教很多人但是王岐山就让他报道出来了，就王岐山让他报道出来你想想啥意思？想想兄弟姐妹们这里边很深的意思，就是当时就是那个帕尔斯米肖和埃利波伊迪去深圳，不知道什么，一晃护照，咵10几台车唰就过去。就这帕尔斯米肖回来就吹狼蛋，到说哇塞我多牛，我去中国都根本不用检验护照多少钱？8-9千万美元一个明星就要花在遣返七哥，8-9千万美元。所有美国历史有史以来单笔行贿，特别是一个明星，包括单笔行贿那个海根巴森都是历史以来第一个国防部的律师官员被行贿，被外国，第2单额最大的行贿，第3个直达白宫的最多最直接的外国行贿。你知道川普总统答应他是来白宫，你们来吧，我见你们。到了白宫了，崔大使崔ambassador崔天凯，穿了西装换军装的崔天凯带着一堆武官，政法委的书记，安全部的所有人到白宫门口，咔嚓不让进了。
这拍电影得拍成啥样？你就这一段，帕尔顿米校从泰国直接到香港，进去玩那些游戏，然后这个是直接过关到中国去，然后中国的2号人物抽着烟是吧？旁边一堆小女孩漂亮。听说谈完以后马上安排的最高级的啊狂欢，还最高级的毒品啊都吸毒啊，这帮孙子，对吧？你去想想那是什么镜头？然后你再去想想，在这个四季酒店还给钥匙，你看孙立军有多无知啊！他在美利坚共和国，在纽约，他也光贵不知道，他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在 DC 啊，你记得给我通话吧，战友们。哎呀，大哥，我在 DC， 我这回去不了纽约了，你能不能来华盛顿呢？啊，你记住，我撂下电话就飞华盛顿了。我去，我知道孙立军并不在华盛顿，他在纽约。就是我飞过去的时候，他同时他也回到了华盛顿，他不是坐火车，他是开车回去的。就是比我晚1个小时回到了华盛顿，叫万豪酒店。他到了万豪酒店，那个 FBI 的人1层楼楼上楼下全是 FBI 人，就盯上他了。这他说的是真的，是孙子，他骗我，他在纽约，他说在 DC。啊，你看大哥长，大哥，哎呀，大哥呀，哎呀，这那种大哥长大哥短，就真的差喊爹了，是吧？那就是孙立军。啊，就是满嘴谎言，但是没有一个报道说孙立军曾经来过纽约，而不仅仅是刘延平来过纽约。和大家都知道，刘延平去华盛顿去看了孙立军是错的，啊，但是七哥从来不说，那这一幕都会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孙子啊，从这个纽约在当时玩那个游戏，还叫那个 Paris。给他个服务台给他一个信儿，转几圈看有没有人跟踪，这都搂爆的，捂着眼睛啊，掩耳盗铃，啊，到最后要在美国这地方，你到美国来玩这一套，你可见他在中国能玩哪一套？他会多搂在中国啊？